我叫李缓缓，京城首富独女。我爹坐拥金银财宝无数，却只娶了我娘一人。他说以后我的夫君必不能比他差。在我心中，贺景就是那个人。他是世家子弟，与我一起长大，少年骑马斜倚桥，而我是他在桥上唯一等待的人。李缓缓，待你及笄那日，我要燃起10里烟火，向你提亲。晚来听吹奏，举一听秋水闻扶摇。他怎么还没来？怎么累成这样？你来了。阿景，今日是我及笄的日子。想要什么礼物，我去买。你之前说过的，不记得了吗？说什么了？其实我早已察觉，我同贺景之间有了变数。2年前，贺景的父亲入了狱，贺家家道中落，曾万人追捧的贵公子一朝入伙。爹娘念及我与贺景的感情，一直接济贺家母子。可是，阿景，我娘说你把银子都还清了，不用着急的，你辛苦赚来的银子就这么全还了，你和伯母的生活怎么办？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娘我自会照顾好。他开始离我越来越远。风雨捉不透，我的人生苦短，荒唐事不休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很难见得到他，即便我们只有1墙之隔。有时我只能从旁人口中得知他的行踪，忍不住跑去等他出现。阿景，今日上巳节，你可以陪我一起过吗？以后别再监视我的行踪。那2年我追在他身后，迟钝如我，尚不知有种感情叫做无疾而终。可我的信念教会我有始有终，即便要结束，也要明明白白的结束。阿景，今日找你，只是想和你做个约定，若以后岁月长久，爱意被消磨，或是你心悦旁人，皆可直言，不必隐瞒。别胡思乱想。他肯定了我们的关系从未改变，却又在行动中忽略这段关系，甚至身边开始频繁出现了别人的身影。决心依旧踏进山水，数多少离合远去，停在他肩。不是说一定会来看，一定会回信的吗？如果我们闹别扭，就写信塞进这里，我一定会来看，也一定会回信。我也是。贺景，你这个骗子！阿景，今日我及笄有没有礼物呀？想要什么？这个玉佩很好看，能送给我吗？那是他与我的定情信物。这个不……算了，玉佩你还是留着吧，万一遇到一点什么事情，还能傍傍身，兑换一点银两。不过一个玉佩吧，你要便给你。那一刻，我终于不再逃避。2年的忽远忽近，不过是因为他早已不是当初满心满眼只有我的少年了。贺景，是你失去我。途断线又回响，心底藏着不到的对方。林缓缓，有事吗？你自己做的事还当无事发生？我做什么了？阿景，所以我经过这里，看见他鬼鬼祟祟进了你家，一定是他故意弄坏马车的。我没有，昨夜我只是去给伯母送点心。阿景努力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得到了2皇子的青睐邀约，我与他只是顺路同行，你嫉妒心要不要这么重啊？你弄坏了马车，误了时辰怎么办？李缓缓，你应当清楚这次赴约对我有多重要，你行事没有分寸。我爹是京城首富，我若真想阻止你与他同行，有的是办法让你连门都出不去。我可以借你们马车，不是我弄坏的，我没有义务赔，记得还我。富家女还真是嚣张啊，拿自己家华贵的马车来炫耀呢。没有马车就骑马，没有马就走过去。贺公子大好儿郎，有手有脚，有这时间早做抉择，不必拿一辆马车同我发难。阿景，是我手术回愿，现苍生常开颜。贺公子大好儿郎，有手有脚，没有马车就骑马，没有马就走过去。自那之后，贺景就消失在了京城。这1年，
父亲被人检举贩卖私盐被流放，母亲为照顾父亲随其远走，而我坚决留了下来，要为父。一曲风流为少年，正白驹轻踏寻山海走诗篇。缓缓，跟我回府。以何身份？贺府少夫人。秦夕呢？她喜欢我的同窗好友，与我只是不相干的人罢了。不相干的人。你若说他很重要，我或许能比现在更高兴些。贺景，我不愿。缓缓。你跪在这里也无用，二皇子不会管这件事的。若我跟你走，你会帮我吗？缓缓，我没有办法。那么我一人足矣，玉佩还给你，劳烦贺公子就当不认识我。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啊！大人，李姑娘跟一个男人走了。贺景走后半年，贺老夫人病情加重，无良药可医。她自小待我很好，我无法坐视不理，即是去求桃岭的药王。那便是我与温寻的初见。我没有接触过此类病例，若要良药，还需耗费些时日。但我事务繁杂，恐怕……我可以做你副手，若你肯教我，我会努力学习药理。今日我自会去给贺老夫人诊脉，明日4时3刻，我在此处等你。我愿与你相守到玲珑酒坊的桃花酒，药王大人会喜欢吧？着火了，着火呀！危险！没事了，待在这里别动，知道吗？跟药王大人约的是4时3刻，来不及了。姑娘若连守时都做不到，何谈在药理学习中保持严谨？恕我直言，姑娘恐怕不适合做我的副手。殿下，黎姑娘醒了。她虽爱百合羹，吩咐膳房去做。对了，不要放蜂蜜，她不喜甜。是。怎么不服？我可以证明自己，你尽管出题。好啊，3日内寄全书中所有药草，并于药园中指出，可能做到。这么多，3日是不是太短？黎姑娘，3日从此刻算起。愿你心事有人许，愿来生我。孩子他爹，你拿上咱家晒的茶，去谢谢黎家姑娘。若不是她，我的孩儿必定凶多吉少。哎，洛葵是这个吧？愿做你藏眼泪的雨。今日是因救人才晚到的，为何不说？蹉跎了离人，遗憾蔓延了皱纹。拿了药就跑得无影无踪，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，只能我来找你了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是三皇子殿下。昨日淋了雨，一会儿记得把药喝了，别着凉。怎的还生疏起来了？等等，这给我的。也不知道尺码合不合适。为何？和你相知到永远，做了好事，自该得到奖赏。长地老天荒的誓言。看得出来，黎姑娘在殿下心中不一般呢。殿下常年不回京，隐居深山，此次或许是为了姑娘才回来的呢。他是三皇子殿下，他不只是桃岭的药王，我不该留下。嬛嬛，无论在哪里，我都是温煦。桃岭和皇子府，你都不必拘束。多谢殿下送嬛嬛回来，微臣告退。嬛嬛，我们谈谈。你去哪儿？与贺公子无关。你要去三皇子府上，让你回贺府你不回，跑到别的男人家里。李嬛嬛，你非要这么刺激我是吗？一个姑娘家，你还要不要清誉了？去别人府上是影响清誉，去你府上就不是了。我是你未婚夫，你住我府上是名正言顺。你何时是我的未婚夫了？是吉吉向我求亲了，还是那半块玉佩你仍随身携带着？
看见了。一样都没有。那我说不是，便不。我爱你。什么？我说我爱你，只爱你。2年，你足足冷落我2年。及笄那天，我满心期待，你没有回应。说好闹别扭的时候一定会去树洞看戏。我等了1天又1天，等不到你的只言片语。现在你突然告诉我，你只爱我，贺景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才知道他有这样的过往。这是假装。假装什么？假装自己没那么爱你。我没有兴趣了解你的想法，贺景。若你真的爱我，你怎么舍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有恃无恐的爱才不是爱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还锁在心底缠绕。文轩，你说我父亲的案子可能和谢家商行有关，谢家掌舵人见过我，看来我得乔装一下才能混进去。你别去，我安排了人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剩下的我想自己来。所以你收拾行李并非要跟我回府吗？好，凡事多加小心。既然父亲的案件与谢家有关，只要我有机会拿到账簿，定能找到蛛丝马迹。只可惜第2天我就遇到了点麻烦。方才我给你的明明是2张1000两银票，怎么到你手上就成1张了？你们商行就是这么欺诈顾客的？这位客官，您给我的的确是1张银票，您看看是不是还有1张没拿出来？我身上1张也没有，你倒是说说怎么回事？我原以为这不过是偶然事件，没想到接连几日，总有人以奇奇怪怪的理由与我发生争执。这些人似乎只是针对我。终于，在我被贬去后院做杂役后，我见到了一个人。连我昨天把我来念，追逐了误入歧途的一抹人烟。欢欢，为什么？别再查下去了，跟我回贺府，和别家小姐一样乖乖待在后宅，行吗？你既知道这商行与我父亲的案子有关，不帮我就别阻拦我。是蔷薇飞絮，梅子清晰，余生冥冥相遇，又将别离。愿你曾在这里将心疼。我是为你好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离开商行吧，跟我走，求你。于是惊雷骤雨，爱多绵密。越斑驳了我珍藏的记忆，浅浅心意，舍不得落笔。越伤过心。别喝了，阿景，你就这么放不下他？你看看我其实一直喜欢的都是你，说喜欢你的好友都是骗你的。骗我？为何？我怕你太过警惕，无法靠近。阿景，他不要你，我要你，好不好？我快乐。滚！贺景，你当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？你从前那样对黎欢欢，不过是因为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罢了。你原本是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，与黎欢欢门当户对，只可惜一朝落魄，你自觉配不上他，和他在一起只会显得你更不堪。黎家越是接近你，你就越是恼羞成怒，在这样强烈的自尊心下，你连感激之情都生不出一星半点。闭嘴！你未必不知我对你的心意，可你不戳破，故意带着我在他面前走动，因为只有将他打压下去，你才会找到那高高在上的姿态。我叫你闭嘴！如此卑劣又懦弱的你，怎么配得上黎欢欢？七夕，你说你是假装喜欢我好友来接近我，为何现在才挑明？不过是那时看我落魄拿不准，如今见我有了官职，就把自己送上门了。你有比我高尚多少？贺景，你现在沦落到与我这样的人比高下了吗？无心短暂而无情，浮生无趣，只愿并肩相惜，直至生命他竟越来越像他了，他竟越来越像他了，他竟越来越像他了。身体祭奠每一次光明。哎，出什么事了？殿下在西山遇刺，吾等前去搜救。切！大人，别跟来！
缓缓，别去。你，劳烦帮他找个大夫。去。我和他之间也还是选择了他。抓也抓不住你的呼吸，是我猜也猜不到你的谜底。我想留下你晃悠悠的背影。缓缓，你醒了。贺晴，我不是同温璇在一块吗？他怎么样了？我去破庙找你时，只看到了你。怎么会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看来这位三皇子也不是表面看到的那般良善，他已经被救回了，现在人好端端的在皇子府呢。昨夜暴雨冲坏了下山的桥，桥身撑不住太多人。缓缓，他气了。他不会的。他如何就不会？他们皇室众人的冷血，你又了解多少？他解了你母亲的病痛，你不该忘记他。缓缓，昨夜我到的时候，桥已塌，山上皆是流泥，你迟迟未归。我在破庙寻到你时，房梁冲你砸下。我陪你翻越时间西北，这一世我会。到现在我仍在后怕，若是我来晚一步，你会怎样？我想都不敢想。你醒来的第一句便是关心他的状况。缓缓，我也受了伤，我也很痛。你把药拿来。啊，坐下，手臂伸过来。他不顾性命救我，无论我与他之前如何，这份恩情我都不能置之不顾。吃完饭我还有事，明日我再来看你。缓缓，今日是我生辰，过了今夜再走，行吗？不。好。丽姑娘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殿下出事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昨夜我们找到殿下时，殿下正被一歹人劫持至山林。我们将昏迷的殿下救回，并不知你在破庙。殿下醒来，当即撑着病弱的身子要去找你。现下悲痛交加，又昏了过去，至今未醒。温璇，我没事，你醒醒。明明昨日发现了踪迹，今日怎么全没了？账本也不是前几日的账本，就像一夜之间被人调换了一样。是你吧？将我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争取时间。是你提醒谢家账册里的疏漏，所以他们才会连夜清查账册。谢家商行背后的人是二皇子，你不能动。贺晴，从始至终你不曾帮过我一次。我原本以为相识16年，至少我们还有儿时的情谊在。你可以不帮我，可你不该掐断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希望。贺晴，你现在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。那你呢？你跟在三皇子身后，不就是因为他有地位？那我想往上爬又有何不对？我做这么多，还不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？等我扶持二皇子上位，等我有了地位，你便不会想着那个温璇。自己选的路，不要打着我的名义。你可知他为何在西山遇刺？正是因为他插手了你家的事。他好好的桃岭不继续待着，硬要回来搅局，二皇子便动了杀心。看得出来，黎姑娘在殿下心中不一般呢。殿下常年不回京，隐居深山，此次或许是为了姑娘才回来的呢。谢家商行的账册虽然被移走，但温璇竟也在暗中调查，虽不能彻底为黎家翻案，但也免了我父亲的流放之苦。温璇说会替我将黎家的产业挪回来，可我不愿他为我以身犯险。阁下求何药？定心之药。定何心？清风化形，朝露长久。公子这是强人所难。只要你愿意，一点也不难。第二次，这是你第二次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我好像怎么也抓不住你。欢欢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欺负我？缓缓，我的那件月白春衫你给我收哪儿去了？如公子所见，我与他在一起了，公子不必为我费尽心思。我在这里很好，也不想回京了。抱歉，给不了公子良药，还
还请另寻高明。留你过夜，只因你受伤倒在院外，我怕血迹引来荣国暗探，威胁到我双亲安危，还请贺公子即刻离去。今日你同他说和我在一起了，明知是假的，可你知道我有多高兴。贺景，若非看在我们自小情谊，若非我爹现在安然无恙，我见你一次便多恨你一年。做人莫贪心。是的。到现在你都未正眼看过我，我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为什么骗我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你心里有我。隐居深山，就是为了避免争斗。我的出现打破了宁静，让你不得不面对腥风血雨。若不是我，你会一辈子只做桃李的药王，逍遥一生。没有你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我又岂会毫无部署？西山于此事以外，我保证绝没有第二次。你就这么不信我，觉得我在他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？不是，你第一次消失，我尚且知道你就在这京城里，可第二次，我寻遍各处都不见你踪影。欢欢，还有没有第三次？你有没有像我爱你一样，把我放在心里过？清风化行，朝露长久，我许你。黑夜来临，当月光穿过云翳，它就像飞机星，能给我指引。贺姐，你做什么？欢欢，为什么我们明明有婚约，我却还是错过了你？我还有事。急什么？你都跟他在一起了，我难道还能阻止吗？我就是……我不知道我来干什么。我明白我比不过他三皇子的地位，可我就是忍不住。贺景，你竟还以为我是在以地位高低来挑选夫君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该了解我是什么人。是啊，我该了解的。你真的该走了。我错了，欢欢，冷落你的那2年，是我伤害了你。自我家道中落，我便有了一些难以启齿的情绪。伯父伯母的接济，我知道该感激，可他们越是接济，我越感觉到我已经配不上你。我不敢见你，更不愿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。不过一辆马车坏了，换做从前根本不值一提，那时却要因此争执。每一句都在提醒着当下的我有多落魄，我有多配不上你，所以才会口不择言。你放开我！我错了。我以为等我回来我们就能在一起，可原来那天你在桥下路过，就已经决定要离开我。我到现在才懂，我竟然现在才懂。真的是错过吗？贺景，树洞的约定，及笄，甚至我想见你却总等不到你的每一日。你有那么多机会可以不错过我，你全都放弃了。你从来没给过我希望，又凭什么要求我始终如一在原地等你？其实我和爹娘都从未因你一朝落魄看轻过你。我爹还不止一次说过你前途无量，比过大半世家子弟，从头至尾是你自己不放过自己。我让你去谢家商行，是为了保全你，为了我们的将来。若二皇子登基，他不会容许一个动谢家商行的女子做我的夫人，你也将处于危险之中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想了解，我只是不想留遗憾。知道。这年深冬，陛下病重，温煦与二皇子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终于到了要见分晓的时刻。但在此时，温煦收到了一封未署名的信，信中罗列的都是二皇子谋反的证据。当信件递到我面前时，我看清了，那是贺景的字迹。有了这些，二皇子很快落败，陛下将皇位传给了温煦。二皇子旧部有个别还在做困兽之斗。我和温煦本着招降的原则，亲自上阵，一直追到了西山。小酒窝，在时光的最深处，暖照着我。欢欢，你来了。贺景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自然是和他们一样。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可以跟我们回去的。贺景，竟然是你背叛了二皇子！贺公子，你有剿灭叛乱之功，前途坦荡，我许你丞相之位。多谢殿下，可如今对我来说，入仕与不入仕都是折磨。贺姐，你做什么？别过来！欢欢，听话，不管我做什么，都站在那里不要动。
贺景，蝼蚁尚且偷生，这不是你从前对我说的吗？这一生我最怕的便是输。欢欢，我让你记住，我的临阵倒戈从来都不是在帮他。贺景，欢欢，从我做出选择时就已前路尽断。欢欢，我解脱了。好啦，大不了不学了，给你买糖葫芦吃。那我要2根。真是没志气，给你买1块。君心依旧否？毋庸置疑。都不可惜，此生我不愿错过你，错过你。我叫李欢欢，遇到过2个男人，一个成全了我的少年启蒙，一个温暖了我的余生岁月。很久之后我才明白，贺景为何一定要选择陌路。太过要强的人，就有数不清的脆弱。如今我的爱恨皆晓，只是可惜他原本可以很好。我叫温寻，自小看遍宫中薄凉，我不想活在面具下，为此宁愿独居深山。直到有一天他出现了，带着我见过的最纯粹的模样来到我面前，那一刻我才知道，让一个人住进心里，原来可以是刹那的事。还以为你又消失了，吓死我了。傻瓜，以后我会加倍的爱你。怎么个爱法？就那样爱啊。为父不爱听甜言蜜语，只看行动。这冰冷的皇宫，因为有他，才会温暖起来。我叫贺景，这一生只爱过一个姑娘，可我做过太多伤害她的事，她不再爱我，这也很好。这场十里烟火，我托人为她而燃，恭贺她得良人，余生无憾。